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宜游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法恩格 Ross， 大家好。好，今天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先来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俄乌战争现在的走向是不是越来越走向要往谈的方向呢？美国总统川普在19号，他敦促乌克兰尽快的推动和平协议，早日结束俄罗斯的侵略行动。而新一轮的会谈呢，这个周末在美国的迈阿密登场啊。但现在普丁的态度很硬，他说终战条件没有任何妥协空间。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呢，美方现在是由川普的特使 Witkoff 还有川普的女婿，也就是 Kushner 代表美方出席，而俄方这边的代表团呢，将会包括普丁的经济特使德米崔耶夫。而就在迈阿密会议登场的前一天，在18号的这一天呢，乌克兰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叫做基斯利茨亚，那他到了北京啊，与中方的官员会谈。这也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中两国官员的罕见接触。但是北京派出谁来见他呢？后来大家查了一下，也看了这个报道，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叫刘彬。刘彬就说呢，中方愿意同乌方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有趣的是，就是这个乌克兰的第一副部长啊，他就在社群网站上面 X 上面公开表示。他说，他也跟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庞德伟见了面，而且双方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我先请教大使啊，因为普丁已经斩钉截铁的说了，如果要终战的话呢，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的。那周末登场的这个迈阿密会议，到底能够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呢？对，现在这个谈判基本上，还是以3边为主啊，就是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可是呢，硬要插花的是欧洲，欧洲要在这一场这个和谈里面啊，他要扮演一个，他要有个角色，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如果说在这个谈判里面，他完全像川普原先预期的把它放在一边的话，那欧洲的话。以后的话，真的很难立足了，就永远都变 outsider， 连他自己家门口的事都没有他的份的话，他还想在国际上有什么作为？那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乌克兰呢，他现在很想拉中国大陆入局，这个所以他的高层官员，第一副部长特别去了一趟北京。是，那我觉得大陆对于俄乌战争的劝和促谈的立场，从这种战争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所以不可能拒绝他的。可是你要中国大陆就是说在这里面采取一个很明确的立场，或者说选边站，那又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乌克兰想要扩大这一场谈判的参与方，那可是呢，我想就川普的角度跟普丁的角度，他还是非常坚持的，这一场谈判对是美俄是主导，乌克兰是护从，他必须要接受。然后尽量呢，把欧洲还有其他的角色都把它淡化掉。也就是说，乌克兰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非谈不可。但现在变成是说，川普感觉上啦是非常急，那正好也被普丁抓到了一个，你就是急，所以呢，我就慢慢的跟你谈。对，其实川普手上一直都有很多的筹码那他最近又拿出一个新的筹码，我想就是说，就对于泽伦斯基来讲的话。他很难抗拒很难再继续怎么讲呢？抵抗就是丑闻，就是说贪腐丑闻。这贪腐丑闻，美国已经要把这个泽伦斯基的身边的人都已经拿掉了，下一个就是他了，对，下一个就是他了。所以泽伦斯基也说是3个月就改选嘛，那到底是不是改选，现在还不是那么明朗，可是原则上已经大概都已经泽伦斯基看起来那个顽抗的那种意志已经比较没有了。到现在看起来是欧盟设立一个新的议题，也就是要动用这个什么呢？动用这个他们现在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作为将来
还有乌克兰重建的经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会不会成局？也在这个周末，他们要开这个欧盟要开高峰会了，他们要决定要怎么做。刚刚最新的一个发展是说不会轻易动用啊，普丁也说话了，说因为那个动用之后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哈，所以好像感觉上其实就是讲讲。但是您怎么看呢？因为这次他派来的，就是俄方这边派来的是经济特使，所以是不是先透过这个代表，也要告诉欧美这边的，是说要跟俄罗斯谈，可以先处理经济方面的议题，包括金融制裁。对，其实这是一个因素。不过我觉得，就俄罗斯这个派人啊，就代表他目前的重点。其实川普提出来的28条方案，其实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大概就3个重点。一个是领土的怎么安排，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一直要的安全保证，第3个呢就是战后重建。是，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经济特使啊，来一次谈的主要谈战后重建。也就是说，安全保证跟领土问题可能没什么好谈，没什么好谈，没什么好谈的。所以领土的问题的话，现在不知道如何啊。那就是说，因为这个俄罗斯要的是顿巴斯整个，那顿内茨克现在大概还有20%的土地还是在乌克兰的这个手上，可是普丁跟川普一样的立场，你要把那个20%的顿内茨克土地，你现在还战后也要交给俄罗斯，是对，那个大概有4-5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也不是很小的土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一直卡在那个地方。另外就安全保证，事实上。乌克兰已经让步了，他说我不加入北约了。可是现在就变成所谓类北约第5条的攻守同盟的那样子的一个那个保证，那个我觉得你要看怎么写了。对，口头讲是一回事，那到时候怎么写，我觉得这个中间有空间。而且就连白纸黑字，就算写下了，到时候有没有变数都不一定，对不对？对啊，那很简单，这个战争看是谁挑起来的或怎么样，如何，我觉得那个中间可以做文章的很大了。是。那现在是以这个普丁的说法来讲话，我谈判就是这个条件，你们欧洲要搅局的话，你们都是猪。他已经说那些欧洲有一些领导人都是笨蛋，然后又骂他们是猪。那可见对他们是很火大，那基本也上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周末欧盟的高峰会议啊，他先进行了，先把结果先告诉你们不要踏过那条线。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这个战后重建的话，其实川普是很重视的。那所以我觉得就俄罗斯来讲的话，也画了一个原则，对，就领土跟安全保证，那是它是有底线的。对，你如果碰触到俄罗斯的底线的话，那就在战场上解决吧。所以，可是对川普来讲的话，领土跟安全保障都不是美国关切的事啊。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周末登场的迈阿密会面，这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据说也要参与其中。那么当然呢，刚才讲说阿拉斯加在先前的那个阿拉斯加美俄的元首会面之后啊，我们看到了川普后来他是端出了28点和平计划。这当中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要承认克里米亚、还有卢甘斯克以及顿内茨克作为事实上的俄罗斯领土，然后呢，再附加多送一个就是要乌军撤出目前的顿内茨克州部分的区域，让这个顿内茨克的区域呢变成一个中立非军事的缓冲区。所以，连同刚刚我们所提到周末登场的迈阿密会议啊，现在美方所定出来的有关于要尽量的赶快促成这个和平谈判，甚至达成协议啊，都是按照俄方所要求的。那最终的结果也是会这样吗？可能性不大哦。为什么？听起来有一些条件是俄罗斯还是不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非军事区。那俄罗斯干嘛接受？从普丁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接受？你刚拿下，比如说，如果最后乌克兰同意割让土地、国家领土给俄罗斯，那你身为俄罗斯，你还是要在那边部署你的军队了。那或许俄罗斯会说，那我们军队会远离前线，什么5公里、10公里，但是整个这个东巴整个地区变成或部分变成一个非军事区，我觉得是俄罗斯不可能会接受，所以反而是俄罗斯不接受，那这个谈判就没有结果。看看有什么
没有空间或谈判的空间？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俄罗斯在我们眼里前线是个公里之类的，但是整个这个地区变成一个非军事区是不可能。那另外这个重建的部分，俄罗斯的立场应该会是说，我们占领的土地那边重建是由我们负责，毕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已经是变成俄罗斯的土地，但是俄罗斯不会同意要负责乌克兰其他地区的重建。这个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会坚持我干嘛付基辅或乌克兰国内，除了我们占领区之外的重建，这个应该由欧洲来。这样听起来也比较合理，没错。如果是俄罗斯的话，我会坚持。那另外，刚刚大使也有提到几个不同的重点，但是大使没有提到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重点，就是这些战犯的案件。那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也会坚持。这些案件都要停掉。那当然，欧洲国家会说，这个司法单位是独立司法单位，或者国际刑事法庭也是独立机关，我们不能干涉。但是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这个我们以后不管是我们官员，甚至普京本人，军官，一般的阿兵哥。我们都要安全，到处在欧洲跑，不用有这个潜在的对法律的这个风险。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这一点。而且我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坚持这一点的话，我相信美国，毕竟美国也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粉丝，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川普会觉得，对川普来说。或许这是小事情，那当然对乌克兰或欧洲，他们会觉得我们要尊重国际刑事法庭。但是对川普政府来说，这个真的是小事情。Russ， 你提到欧洲啊，我想问一下，欧洲因为刚刚大使说，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的和谈当中有一些角色哈。我们来看一个人物哈，因为先讲欧洲的部分，最近他们加快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步伐，就是刚刚大使有提到的那个。甚至包括无息的贷款来这个战后的重建。美联社有报道说，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啊，他表示说，欧盟领导人已经同意呢，向乌克兰提供高达900亿欧元，就是大约106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哈。但是我们说要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德国的总理梅尔茨，因为他抛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讯息啊，他说，根据美国与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战后安全保证草案，一旦停火协议遭到破坏，进驻的维和部队在特定情况下将可击退俄罗斯军队，还强调美国在停火之后也会像是保护北约国家的领土一样来保护乌克兰。这间接来看，就是梅尔兹说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思啦啊。但是你觉得他说这个话是要测试美国吗？我觉得这是单纯是欧洲和他个人的想法，就欧洲的期待。这是一种期待，所以大使刚刚说的，美国提供乌克兰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我们还是要等到黑白字出来。但是我认为美国不可能会提供给乌克兰，有点像美国给日本、南韩、菲律宾这种 bilateral defense 这种条约。也是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呢，也不是 NATO 北约的标准，那黑白字到底是美国什么样的给美国什么样的义务，是一个问号。所以其实 Merz 还有欧洲主要国家，包含法国、意大利、英国，他们已经心理准备啊，我们要部署 NATO 北约之外一个维和部队，对，是我们自己要负责。所有的预算、人力、武器都是北约之外的一个安排。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好像他们也知道，我们以后如果我们欧洲国家提供乌克兰这个，其实是有点像一个保障。那我们不能依赖美国，是我们自己欧洲要负责。最近梅尔斯这样说呢，也是不是在呼应啊？因为外界有分析说，是不是在呼应说美国最近推出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嘛？哈，那其实我这个是无关。最重要的是，他是要跟德国人说，
我们以后这个会有这个负担，有这个风险，而且不是1-2年的事情。就是说德国会扛起责任。对，比如说最近也是德国也是讨论这个当兵的相关机制了。对，那以后国防预算都要提高等等，但是跟国人报告这件事情，心里都要准备。德国是很紧张啦，因为有德国议员甚至提出警告，他说呢，这个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跟北约的边境地区部署了总共有36万名的士兵。随时准备对欧洲发动攻击，也呼吁欧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可能的危机啊。那白俄的这个总统卢卡申科他就说呢，俄罗斯已经把他们具备核武能力的最新型的这个中程弹道飞弹系统就是极音速的这个真果树部署到白俄罗斯的境内。而普丁最近也说呢，真果树飞弹将在这个月进入战备状态。所以大家一听到哇，紧张的不得了。乌克兰电战部队呢也宣称，那么守夜者飞弹最近利用这个利马干扰系统在2周内成功拦截了19枚匕首的极音速飞弹。好，我先问的是，真果树飞弹如果作为威慑，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它到底会如何使用，这可能要再看后续。但是在战略上，它最主要是要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林老师？这边的话，我们要先了解到真果树飞弹，它是一种弹道飞弹，它是之前其实在这个美俄在这个中程弹道飞弹的条约相关的一个双方都不遵守或者双方作废之后，双方开始积极去部署的中程弹道飞弹。那这里的话，我先很简单讲一下它的性能，它除了是极音速之外，跟过去比较不一样了，它是多弹头。所以变成它打上去之后，没错，你可能有这一个北约，你有爱国者系统可以去做拦截，但它打上去之后，它落下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多弹头，等于说一枚弹头会散开来，对，散开来就会变成你的爱国者系统不是那么好去做拦截，对，这个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弹道飞弹它是有一个攻击的弧度的，所以其实它跟我们在这个里面所说的一个这一边守夜者过去拦截的匕首极音速飞弹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即便你可以把这一个匕首飞弹进行用这个守夜者用利马这一种电子作战系统，让他感觉到他的位置不对，所以继续靠超音速，就讲难听一点，就是有点烧坏了，或没有办法打得很准。用这种方式可以复制在真果树吗？我个人是蛮具怀疑的，因为这两个是攻击效果跟他的一个作战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那其实今天他把这一个真果树飞弹开始说准备要进行的一个运用了，或者是已经到备战的这种状况，其实这也是一种战略的一个吓阻。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于俄乌战争来讲，普丁他也是希望收缩战线。这个收缩战线指的是我只要对的是美国、乌克兰，那北约我尽量对你们造成一种压力，但是也不会太多的一个一种进攻。那这个压力呢，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过去所说冷战时代的一种吓阻的战略。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在白俄罗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重兵的部署，或者是这种长程的飞弹，这边的话就代表我有传统兵力在白俄罗斯这一边，相对来说就有点类似冷战的时候，在这个东西德两边的话，那时候在美军在这个法兰克福，那我们也知道在东德这一边的话，苏联也是布了一个重兵在这里，形成一种前进的一个压力，让这些北约国家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也不想要第3次世界大战，我也不想要。那如果你我们就维持这样的状况的话，不会去动用到北约。那乌克兰只要他不加入北约，只要他这边不管是第5条也好，或者是你的安全承诺也好，可是至少他没有加入北约，不要去启动北约的集体防卫，那我就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空间。那再来的话，他这一个长程的飞弹，其实很重要一点，也是要去告诉乌克兰，不要以为你的这个补给线够长，你的后面的这一个防御的是可以做得到，我一样可以用这种长程打击的能力去破坏你的交通要道，去破坏你的这一个弹药库，去破坏你的这个铁公路的一个集散中心。所以我会觉得他今天这个武器是有他一个战略上面一种吓阻的效果。对，欧洲跟俄罗斯感觉上两边现在创造的是一种恐怖平衡啊。等一下回来我们要来聊的是太检冲突背后的美中大国角力，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